吸力消散。楚风稳住身形之际，他与仙海少羽已是立于一片荒芜的平原之上，平原一望无际，大地满是裂痕，看不到半点生机。与之相应的，则是深邃的星空之上，漫天的繁星，充满希望。荒芜与希望，似非简单布局，更像是隐喻着什么。不过楚风更多的注意力，则是放在了仙海少羽身上。怎么了，少羽兄？紧张吗？怎么感觉情绪不对？楚风问道。因为楚风竟能清晰地听到仙海少羽的心跳声，虽说此地确实很近，可仙海少羽的心跳明显不是正常的节奏。怎么会紧张？只是和我楚风兄弟独处一地，有些兴奋。仙海少羽咧嘴一笑，不仅抱住了楚风的肩膀，还对楚风暧昧地眨了眨眼。若是其他男人看到这一幕，定会鸡皮疙瘩掉一地，怀疑眼前男子是否别有意图，取向不正常。但楚风则是回以一笑，他知道仙海少羽喜欢开些古怪的玩笑，可心中却泛起嘀咕，他觉得仙海少羽状态不对。仙海少羽虽然爱开玩笑，但却与王强不同，他骨子里其实是一个沉稳且极度自信的人。可现在楚风感受到了他的紧张，他很害怕。楚风不知道他是在害怕什么，总之与以往的他不一样。就在此时，虚空之上一道白光落下，仔细看来是那位光芒体。只是此刻的他与先前相比，轮廓更加清晰，虽仍看不清五官，但能看到他一头白发，身穿一袭白衣。楚风与仙海少羽都无法判断这道光芒体与先前大殿看到的光芒体是否是同一个。这位给楚风二人一种深不可测、世外高人之感。唰，光芒老者大袖一挥，以楚风和仙海少羽为中心，出现了一个直径百万米的圈。随后，光芒老者手臂一扬，一棵仙草漂浮而下，飞向仙海少羽。手握仙草，与其沟通，以念头将仙草覆盖大地之上。仙草覆盖超过圆圈，可获愿望。闻言，仙海少羽接过仙草，闭上眼眸，短暂的沉寂之后，他浑身肌肉绷紧。下一刻，在他脚下无数仙草拔地而起，快速的蔓延开来。仙海少羽可以啊，淡淡发出感叹，因为那仙草蔓延的速度来看，超过那光芒老者画的圈，简直不要太简单。只是很快，那仙草蔓延的速度变慢，仙海少羽也是咬紧牙关，想将圈内的仙草种满，没有那么容易。楚风释放出精神力去覆盖那仙草，想看看能不能帮到仙海少羽。可精神力还并未靠近那棵仙草，光芒老者的声音便响彻开来：“你若帮忙可以，但若成功，愿望将在你的身上实现，与他无关。”闻言，楚风迟疑了，他帮忙是好意，总不能抢了仙海少羽的好处。没事，楚风兄，我可以。仙海少羽嘴上这样说，可楚风却看到他脸上的痛苦之色更浓。但好在最终他还是成功了，只是当仙草刚好覆盖圆圈之际，他便而言虚弱的瘫倒。见状，楚风赶忙搀扶住了仙海少羽。少羽兄，楚风心头一紧，仙海少羽的精神非常虚弱，导致灵魂都是不稳。刚刚的仙草应该攻击了他的精神力，攻势很强，他有生命危险。最可怕的是，这伤势太重，楚风都无能为力。可那哪怕如此，仙海少羽还是冲着楚风挤出了一抹笑容，炫耀的道：“咋样？我说我可以吧？毅力惊人，是个好苗子。”光芒老者对着仙海少羽一指，一缕柔和的力量笼罩仙海少羽，原本极其虚弱的仙海少羽竟然瞬息恢复，这让楚风意识到此地的力量极其利奥德，而那位光芒老者很可能也很可能不只是阵法。多谢前辈。感觉身体无碍的仙海少羽赶忙对那光芒老者施以毅力，不必道谢，只是考验，既然你通过了，自然也不会让你难过。所以你现在是想直接突破修为，还是有其他愿望？光芒老者问道。前辈，我想许其他愿望。仙海少羽说道。什么愿望？光芒老者问。我想恢复我妹妹的血脉。仙海少羽说道。此话一出，楚风神色一动，隐约间他察觉到了什么，但他没有多问，而是等待光芒老者的答复。仙海鱼儿是吧？光芒老者问道。正是。仙海少羽点头。光芒老者没再说话，虽说看不清五官，但却能够感受到他此刻闭上了眼睛，很可能是去查探小鱼儿的情况了。如此片刻后，光芒老者才睁开眼睛。你妹妹的血脉不好恢复，这样我破例增强你4品修为，你就不要许其他愿望了。前辈，我只有这样一个愿望，若前辈能够做到，还请前辈帮我。仙海少羽直接跪在了地上，帮你提升5品修为。光芒老者道。前辈。仙海少羽对其叩头。唉，怎么如此倔强？不是我不愿帮你，而是这件事确实很难。你若执意如此，就需放弃现在的资格，重新挑战。但我提醒你，那个难度远非你刚刚种植仙草那么容易。若是失败，你不仅将丧失资格，过程中还极可能丢掉性命。光芒老者说道。前辈，若是晚辈做到，您便也能做到，对吗？仙海少羽问。光芒老者看着仙海少羽，沉默片刻，才微微点头。前辈，请让晚辈接受考验。仙海少羽再度跪地磕头。行吧。而光芒老者大袖一挥，满地的仙草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竟是装着10根剑矢的剑筒，落在了老者面前。老者手指轻轻一勾，10根剑矢飞落而出，并列一排，插在仙海少羽面前。而当剑矢入土那一刻，顿时天摇地晃，整个世界都为之一颤。将10根剑矢全部拔起，放入剑筒之内，即可完成考验。我提醒你，这剑矢的力量是会要命的，承受不住立刻放手，可莫要因小失大，因执念而丢了性命。光芒老者说道。
仙海少羽也不犹豫，伸手便抓向其中一根剑矢，可还未触碰到，楚风的手便抓住了他的手腕。少羽兄，鱼儿的血脉怎么了？楚风问。没事，回头再与你说。仙海少羽笑了笑，便要去抓剑矢，可楚风却依旧阻拦。告诉我。楚风说道。见楚风目光坚定，仙海少羽知道，若他不说，楚风定然不会罢手。我族血脉以鱼先定强弱，每个族人的血脉中至少都有1条鱼仙，若有3条者，在我族内可入强者之列。我有8条，而鱼儿有9条，这也是为何从鱼儿降生那一刻，族内便都觉得他会是超越我的人。事实上，他的天赋也的确在我之上。提及这些，仙海少羽的脸上挂着骄傲的笑容，只是很快，他的笑容消散，眼中满是惭愧。神族之时，我等皆是无能为力。鱼儿为救我族，利用神族阵法力量，血脉尽燃。只是为此，鱼儿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消耗了1条鱼仙。话到此处，仙海少羽眼中惭愧之色更浓，而楚风则是感觉头皮发麻，明明稳稳地站在原地，可却感觉天旋地转，就连蛋蛋也是表情凝固，感觉心口仿佛被什么洞穿。他们都明白发生了什么。当日在太古沙海，小鱼儿为救楚风，施展了特殊的力量。最终楚风恢复，胸口有1条鱼的印记。当时楚风便察觉到，那条鱼可能与小鱼儿的血脉有关，只是力量已与楚风相融，楚风无法还给小鱼儿。当时询问小鱼儿，小鱼儿非说无碍。而现在来看，小鱼儿丢失的1条鱼仙，并非是与神族大阵有关，分明是为救楚风融入了楚风体内。也难怪会有那般强大的力量。前辈，我能替其完成吗？楚风看向光芒老者，你若完成这个愿望，便由你来许。光芒老者说道。愿望不变。楚风说道。哦，看来你们关系非同一般啊，但你可不要。轰隆隆，话音未落，楚风已是直接出手，握住了1根剑矢。只是这剑矢并不容易拔出，但拔出的过程之中，周遭的大地出现无数裂痕，仿佛世界都要崩塌。楚风见状，仙海少羽面露担忧，他能感觉到一股极其恐怖的力量正自那根剑矢涌入楚风体内，那力量可比仙草的攻击要强大得多。可楚风一言不发，猛然用力便将那根剑矢拔出，随后大袖一挥，竟将剩余9根剑矢全部拔了出来。这一刻，大地彻底崩塌，世界都陷入混沌，本是大地之处，已是化作虚空。楚风手握10根剑矢，每踏出1步，脚下的空间都会出现裂痕，但他却没有丝毫停顿，一步接着一步，快速向前，生怕晚了便会失败。最终没有任何意外，楚风将10根剑矢全部放入了剑筒之中。而也就在这一刻，楚风如同泄了气的皮球一般，直接瘫倒了下去。见状，仙海少羽便御空而起，想接住楚风，但一股柔和的力量却提前包裹住了楚风。是那光芒老者，那柔和的力量与先前包裹仙海少羽的相同。同时，光芒老者看向仙海少羽，你这后生运气当真不错，按你先前表现，绝不可能完成这次挑战，但你选了一个好的帮手，